为什么我们要一直不断的寻找台湾之光的首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其实都还不够自信。好啦，我知道台独的一些朋友，他们支持台独嘛，他们会觉得说，台湾人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自信的民族，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我们不是中国人。Hello， 欢迎回到柴向你说，只有想不到，没有不知道。今天呢，我们要讨论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哦，特别来到一个凯旋门，有没有看到这边凯旋门传说中的？今天为什么要来到这边来讲这件事情呢？因为凯旋门是法国巴黎首都的骄傲。今天我们要讨论很有趣的主题，就是呢，传说中的芒果干跟台湾之光，但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来，我们一直以来，你发现台湾人在最近10年，大概15年左右，一直在尝试要找一个东西叫做台湾之光。你有没有发现？像一开始的王建民，然后到后来的卢彦勋，到最近我忘记那一位，我其实蛮佩服，叫陈，他是专门跑那个极限马拉松的，他一次跑马拉松可能要跑到上千或者500公里以上，我觉得超佩服的。台湾之光，还有之前的吴宝春也被抵制了，原本是台湾之光，记得吗？然后呢，还有林林总总的各式各样的超多各种台湾之光，我都已经快数不过来。但是呢，你会发现最后他们都失去他原本的光彩。然后我们一直不断的持续的找寻这一个人，但是好像一直不断的这个人又消失了，就这个人又再重新再找一遍，又找到了又消失了。然后最近呢，记得之前的台湾之光，所以他根本就不是台湾人，林书豪，他是出生在美国。但是我们居然已经隔了这么遥远，因为他的父母是台湾人，所以他也变成台湾之光，因为他是第一个跟台湾有渊源的人，然后打进 NBA 的亚裔球员。他只是 Asian，he's an Asian NBA player. He's not insanity. He's not Taiwanese anymore because he was born not in Taiwan, but in United States.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那这个东西又跟芒果干又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其实第一个，你发现这两件事情其实某程度它是重叠的。为什么我们要一直不断的寻找台湾之光的首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其实都还不够自信。好啦，我知道台独的一些朋友，他们支持台独嘛，他们会觉得说，台湾人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自信的民族，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我们不是中国人，然后怎样，然后为了让我们的自信更增强，所以我们更应该要独立，然后怎么样？对，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一直不断的去搜寻台湾之光了，不是吗？因为我们本来就已经有足够的自信跟骄傲来面对这个世界，然后告诉大家，大家也会知道辨识得出来台湾就是一个什么东西。但是现在没有嘛，对不对？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某程度的，就是在教育跟政治上面去中华化，我不要说中国化，好不好？去中化的结果。当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组成的元素就是中华文化的时候，这个空洞总是需要找一个方式来补充它。但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那我们可能说那就是原住民的文化啊。但是原住民的文化可能目前就还不足以去完全弥补掉这个空洞。那同时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要从哪里找这个东西的时候，那就只好一直不断的尝试要去寻找这一个人事物，这个台湾之光，当做一个灯塔一样的象征物来填补刚刚讲的这个空虚。而我们中间一直断续的寻觅的找不到，找到又消失，找到消失的过程当中，那一种无依无靠的如浮萍一般的感受，那种失落就开始渐渐的浮现了。而某程度呢，再加上我们最近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因素就是台湾整个的经济跟产业的转型是不够出色的。当然，可能还是有很多人在企业管理上面、创新上面做得很好的，但整体来说，我们现在开始遇到一个很严重的困境，就是经济的表现下行不够。第三件事情就是经济的果实，它除了下行之外，整体就算台湾已经往上成长之后，这些经济果实，包含房价是没有雨露均沾的分享到整个台湾的每一个人的。而这刚刚讲的这些原因总结在一起之后，我已经没有什么感觉到我有一个很清楚的凭依靠，就像凯旋门一样，这就是一个法国人的骄傲，这是一个法国人的象征。他在法国战胜的
其中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但是台湾有什么？中国的文化嘛，可是中国又被很多台湾的年轻的朋友啦，或者说还有泛民进党绿营的这些人，他们觉得说这是敌国。OK， 那我问你，那剩下你说那是敌国的话，那这是敌国的文化，那我们把它去除掉之后，那剩下是什么东西呢？那是台湾的这个原住民的食物族嘛，但是好像我们跟原住民文化的契合度又没有想象中那么高。那甚至闽南语跟客家话全部都是从中国大陆那边传过来的。在这样的状况底下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无依无靠，而且失落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要怎么解决文化跟政治上面的问题，再加上刚刚讲的经济上面的问题？这3件事情对台湾人来说是最近我觉得5年到10年来最严重而且最难处理的问题。因为到现在为止，包含蔡英文总统、跟陈水扁总统还有马英九总统，在李登辉这个我们现在讲他叫台独教父嘛，都没有人能够好好提出一个完整的论述，并且解决刚刚讲的这种身份的认同加上经济的衰退总结在一起的一个震惊的主要的议题。所以这是我对芒果干跟台湾之光对于我们的意义来说，到底它的结合的原因是什么？重叠的部分是什么？还有它对我们的影响会是什么地方？它的来源是什么？做一个大概的总结跟整理。因为看到凯旋门 ，OK， 不好意思，因为今天跟大家讲的比较多，我好像一讲的都是比较严肃的话题哦。但是我希望透过这样严肃，而且已经我思考了很久之后，反刍给大家一个观念，来让大家回去在睡前，或者说你一个人独自自处的时候思考一下，今天我们在台湾，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那么撕裂？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这么激烈的，然后去跟自己意见不一样的人去一直不断的抱怨？内地那边要对嘛，那我们这边要呛。我们能不能不要用这个动词？我们能不能跟对方讨论？我们能不能跟看似好像跟我们针锋相对的另外一端、另外一极，我们是南极吗？它可能是北极，看起来好像不死不罢休的一个状况。我们能不能拿一杯酒跟对方好好静静坐下来，把酒言欢呢？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用理性、尽可能的中立的方式去讨论并且解决的呢？如果我们都是台湾人的话，那如果我们都是华人的话，那我们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解决的呢？今天呢，这个是我一点点小小的分析跟一个反刍，给大家思考一下，到底芒果干、台湾之光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 ？OK， 那如果你对这一期的影片有觉得做得很好的话，也请麻烦你，或者你觉得不好，也请在下面我们的频道留言板上面给予我们你宝贵的意见，还有包含在那个Facebook 粉丝专页才向你说里面给我们的一些你的想法跟下一集你希望看到的主题。那也同时因为我们的预算是很有限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没有办法按照大家的期待去做你想要看的影片的主题，或者说出你觉得你更想要去看的那些外景。OK， 今天已经是我自己算是某程度很自私的去做了一些，就是跑到这边来玩然后去看一下这些东西。所以刚好有这个机会到这个地方出个外景，跟大家看一下，换一下异国风光。OK， 才想你说呢，希望你能够给我们支持。这边是我们的 QR code， 就是我们的粉丝专页跟这个 YouTube Premium， 还有 WeChat 跟支付宝的 QR code， 请帮我们扫一下，给我们一些支持跟鼓励，让我们有更强大的动力跟预算，做出更优质的影片跟更精彩的内容给你。才向你说，下次见喽，拜拜。喜欢我们的频道吗？按赞、订阅、分享，小铃铛开起来哟。